大家好，欢迎回到七个不小心，我是小七。今天要来填坑，来做一集 NMAX 车主报告 Honest Review。我在去年7月购入这台 NMAX， 是2019年的版本，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020年的版本。NMAX 搭载的是 155cc 的 Blue Core 水冷4冲程 SOHC 单缸引擎，配备的是Fuel Injection 燃油喷射。前叉是正叉，前刹是单活塞卡钳，后方也是单活塞卡钳。最大马力在8000转，爆发15匹左右。那最大的扭力是 14.4 牛顿米，在6000转爆发。那避震器就是普通避震器啦，这个我们等一下才讲。这一台在保养方面的话，机油使用是每换一次只需要1瓶，可是是900 ml， 900 ml， 所以每次1公升的机油都会留下那一点点。引擎比是 10.5:1， 在马来西亚打 RON95 或 RON97 都没问题，其他国家就要咨询厂家代表了。那车重是130公斤，那座高是765 ml， 很亲民，也是很典型的速克达的设定。这台车的引擎有 VVA， 也就是类似像 Honda VTEC 的技术，可以帮助低转有力，那中高速也是有延续性。0到60加速非常的快，大概5到6秒左右，所以每次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可以快速的启动，因为低转有力，所以在低速超车的时候也是很不错的。那我曾经骑过最高时速是120公里左右，但是平常要看路况。如果在市区骑乘的话，我觉得80到100或者是以下其实都很够用。那油箱方面就有 6.6 公升，每次我是打马币大概10块钱左右。那在训车的时候，平均油耗是40公里1公升。那后来比较熟悉车子了之后，油门转的比较多，手就比较控制不了了，那就是差不多来到35到36公里1公升。整体来说稳定性是有的，因为这一台也算是大台的 Moped， 大台的 GAP 155cc 130公斤重。那车子的车头龙头也不会太轻，在快速启动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震动感。两边的平衡端子车把的宽度全部都很刚刚好，全部都很刚好。那 NMAX 的龙头有很大的转向角度，在退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但是双载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控制平衡。那原厂配备的轮胎是印尼的产品，是印尼的品牌，是 IRC 这个品牌。那本身所使用的前后轮的尺寸是110 70 13， 后面是130 70 13。那前后轮呈现出比较平稳的骑姿，那骑起来的话也比较舒服。那这一台车刚才也说了是单活塞卡钳，其实在都市骑乘的话也算是够用，就是要根据路况去进行调整，毕竟只是单活塞卡钳，按照你的速度和整台车的构造，那我们在停的时候或者是在减速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这台车本身是速克达，那非常适合在都市骑行或者是在车群中穿梭。速克达的优势就是不需要照顾你的左手离合器，车身的宽度也是 OK， 是一台和250差不多的车型。那车子本身也是有储物空间就是速克达的特点。我本身是戴全罩安全帽，其实是放不下去的，但是放一个3/4盔是完全没问题，所以有必要在后面加一个 top box。那我在这里如果加一个 top box 的话，我这个 size 是差不多43 liter， 也就是可以放一个全罩和放一个3/4，没有问题。那其实在加了这个 top box 之后，那其实当我们要超车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这个望后镜还有手把，我们只要不要碰到其他的车子，或者是在都市穿梭车群穿梭的时候不会碰到。可是有时候因为真是有点窄，可能我们前面闪过了，可是后面的这个 top box 还没有闪过，所以可能 top box 那里会撞到其他车子的望后镜，或者是其他车子的就是刮到了还是怎么样碰撞到，这一方面就要注意。其实习惯了之后就没什么问题啦。那接下来我要说这一台车的缺点。
这一台车的缺点。首先是没有 ABS， 在雨天骑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安心，没有安全感。那虽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我们说 ABS ring， 但是这一台车本身是没有配备 ABS。2019年的 NMAX 的版本有分成2个版本，一个就是有 ABS， 一个是没有 ABS。进来马来西亚的是没有 ABS 的版本，但是因为是统一制造，所以所有 NMAX 的前轮都会配备这个 ABS ring， 我觉得啦，还有它的 sensor。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没有 ABS 其实是一个很头痛，而且很多人都会再一次考虑是否要购入这一台。可是有些人也觉得155cc 以下的车子也不太需要 ABS 啊。但是有些东西还真的是遇上想要使用或者是需要 ABS 的帮助的时候却没有。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有 ABS 好过没有 ABS 啊。那会让我在尤其是当没有 ABS 的时候，比如说像遇到紧急突发状况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机会挡煞。那所以在下雨天的时候，我都会维持在我随时可以停下来的速度，可能60公里以下。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就是觉得真的是不足的地方，不够的地方。右手这个地方控制其实是没有紧急开关，也没有双黄灯，所以基本上右手的操控是空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些都是安全配备 ，ABS 啊、双黄灯啊、紧急开关啊，这一些都很重要。可是为什么雅马哈会没有配备？是因为要把价钱调低的关系吗？这个我自己很纳闷。那么在椅垫方面，柔软度就普通，当然不能够和多功能车如 Kawasaki 的 Versys、BMW 的大鸟相比。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双载的时候，后座乘客的膝盖就会顶到骑士的手肘，要么后座乘客要收脚。那如果收脚的话，久坐大腿就不舒服，可能还会抽筋。要不然就是骑士要将就一点，要坐的往前一点点，或者要往前坐一点，但是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很难做出反应。接下来就讲到避震器，真心觉得雅马哈就是要逼我们这些车主去进行改装。如果我一天骑30公里的话，我还不觉得这台车的避震是怎么样，但是我骑100公里以上，车子的回弹非常的差，基本上只要过井盖或者是小坑洞，感觉轮胎就是要用力的去弹你的腰，弹你的屁股，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前阵子就是因为骑得太远，然后就觉得这台车还真是在市区短途骑乘就好。那除此之外呢，前后挡泥板你可以看到，这挡泥板是几乎是没有，直接喷在上面就有一块还是一片东西挡一挡土，可是周遭都变得非常的差。那如果洗车还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要保护你的爱车的话，那么这一些可能可以加一个后土除或后挡泥板，就可以解决这件问题。除此之外，前面也是一样，它的前面的土除其实是比较短，那比较短也是会容易喷到里面引擎的那个通风口，所以这一边前面的话可以再加长。那往后我会做一些改装的企划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的改装的方向或者是怎么改的话，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你可以随时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那2019年的版本的 NMAX 是一台很不错的车，那在2020年的版本就补足了一些缺点。2020年的 NMAX 马力稍微高一点点，是在 15.1 匹 15匹左右，8000转爆发。那扭力的就设定的比较高，我这一台是6000转，那新的一台是6500、6500。那搭配着 Keyless 系统，也是开始有了 Kill Switch 开关、双黄灯，而且还有 Stop and Start System， 也就是当你的车子停下来，在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会自动熄火。当你转动你的油门，它就会重新启动，可以达到省油的效果。之前曾经做过，就是在骑乘的时候，我就骑到一个地方，我就停下来，那它就自动的停。
真的可以省油，当然，可是也没有省多少。反而我觉得一个很可贵的体验就是车子会变得比较安静，因为你长时间骑着，你一直听着引擎转动、排气管的声音，或者是车子抖动的声音。那如果在骑行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也是很不错。或者是停红绿灯，旁边的骑士想要跟你讲话，那你也是可以好好跟他讲话，你不会这样。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在对喊，对吧？引擎很大声，排气管很大声，你就在那边对喊，等等等等的。那在 Keyless 的话，其实 Keyless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那之前很多人对 Keyless 的安全上有一些隐忧，有一些担心。可是 Keyless 将会是趋势，而且电子配备只会越做越完善。我也相信 Yamaha 一定会针对这件事情做一定的提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Keyless 这是我的想法。那接下来呢，也是会有一个我本身使用 Keyless 的时候觉得很方便的一个点，在都市骑乘，我从 A 点到 B 点之间需要经过很多的站的话，那么我需要一直的启动、关闭、启动、关闭这台车。那 Keyless 系统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方便性。好，总的来说，这一台 NMAX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台车。在马币9000多块，不到1万块或者1万左右的价钱，能够买到一台155cc，现在应该也找不到了，现在都是要马币1万1、1万2、1万3左右。那这台车除了没有 ABS 之外，其实稍微改一点东西，比如说像悬吊稍微改一下换一下轮胎，可能刹车的 hose 刹车管可以改一改，那其实都是 good to go，随时都可以来用。那今天的车主报告 Honest Review 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啦，拜拜。